为什么我觉得做父母的不可以太无私，要自私一点？我要把我自己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积蓄掏出来，我真的心很痛。现在很多中国的孩子因为彩礼、房子、车子的问题，没有办法去结婚。其实新加坡这边的父母是过得挺轻松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z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我现在又回到澳门啦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旁边的风景，我觉得很美。有一个那个是澳门塔，然后这是那个桥。今天天气很好，阳光很好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最近的一个心得体验吧，因为我已经结婚了嘛，所以我最近就被我的父母催生，也不是真的催了，他们就会问我大概什么时候会生小孩，或者说我的亲戚也会问我这个问题，所以其实我一直很畏惧这个话题，我很害怕生孩子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当父母要有很多东西需要付出，有很多责任，比如说我们挣的工资可能一大半都要花在小孩身上，他们需要上学，他们可能会生病，他们要吃的，他们要穿的，他们要玩的，这是很花钱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就是一个责任感的问题，我需要付出很多的精力去管他们、养他们、教导他们，我就觉得很累啊！一想到生孩子这个东西，我就很累。我想这可能也是现在绝大多数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生孩子的一个原因。但是我确实我也到这个年龄了，我今年也27了嘛，所以确实生孩子这个东西也一直在我心里想了很久。我想到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求自己成为一个特别完美的父母，一开始，因为你一旦有这种完美的想法的话，那很可能就会一直觉得自己不可能那么完美，就不会去行动了。所以我现在就是我会告诉自己 It's okay， 如果我不是那个完美的父母。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意思的点，就是我发现新加坡的父母跟中国的父母的差别还是蛮大的。新加坡的父母呢，他们更加 focus 在自己身上，赚的钱他们愿意自己去旅游，去享受生活，然后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或者说吃一点好的东西。而且小孩呢，比如说他们要结婚或者说买房子的话，如果父母有能力去进行一些支持，那是 OK 的。那如果父母的也比较紧张那孩子就全部是靠自己。其实我觉得，当然从孩子的角度来说，当然是如果没有支持会比较困难。但是从父母的角度来说，其实新加坡这边的父母是过得挺轻松的。而且他们这边呢，也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说每个月小孩为了感谢自己的父母把他们养育长大，会给父母一些零花钱以示感谢但是在中国，我觉得就完全不是这样的。中国就是要结婚，那一定要有彩礼，一定要有房子，一定要有车。如果是靠孩子自己本身，他是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去达到这样一个目标的。一个房子多么的贵，车子还有整个婚礼以及彩礼的钱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结婚？那只能靠父母呀。那父母的压力不就很重？所以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人，我一想到，假如等到我老了，我不知道我会有钱还是没钱，那我如果孩子结婚的时候，我要把我自己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积蓄掏出来，我真的心很痛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为什么可能在我生了孩子之后，我会给自己孩子买一个那个教育基金的那种计划，或者说一个成长基金，从小就开始帮他投资，等到他年龄大了需要结婚的时候呢，或者说他需要买房子的时候，或者说他上大学的时候，也可以用这一笔基金的钱，就是对于我的负担不会那么大，因为已经从小帮他做了积蓄的话，就不会马上从我的积蓄里面掏出那一笔钱，就不会有那种心痛的感觉。所以就是说，投资要趁早，用时间来滚动那个利息，获得更高的收益。因为那么多钱放在银行里也顶不过通货膨胀啊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，就是让父母的压力不会那么大。而且比如说我们帮孩子投资了之后，可能等到他长大了，他如果也挣钱了，并不需要那一笔钱的话，那他可以继续进行投资，反正人总不会嫌自己钱多，对吧？现在很多中国的孩子因为彩礼、房子、车子的问题没有办法去结婚，所以很多人都不结婚。那新加坡的问题就是呢，虽然父母这方面并没有彩礼这方面的顾虑，反正父母就是愿意给就给，彩礼也是很少的，意思可能几千块钱新币这样。那中国可能就是10几万、20几万，或者甚至100万的都有那他们这边就是全部要靠自己，那靠自己最后的结果就是晚结婚，因为靠孩子自己他没有办法在20几岁的年龄就有那么一笔积蓄去结婚的钱嘛，买房子的钱，所以他们就会拖到30多岁。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这边结婚的很晚，大部分都是30多岁才结婚生孩子。那中国结婚的很早，那就是家里有支援的就结婚的早，那没有支援的那可能也是一直拖到比较老的年龄了。我最后回到我想表达的观点就是说，中国的很多
多父母，他们会把自己全部的心力、心血放在孩子身上，他们自己的很多养老钱也全部都拿出来给孩子买房啊、办婚礼啊什么的。我觉得就是人还是要以自我为中心，当然不是那种真的很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自我为中心，而是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第二位的呢是你的伙伴、你的 partner、你的老公或者老婆，然后第三位才是孩子，然后是父母，因为那个真正陪伴我们到老，并且一直在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我们的伴侣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点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发现如果那些父母太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心上，放在比自己还重要的位置，那个孩子反而会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内容。那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请点赞、评论、加订阅吧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录下去的最大动力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